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很玩具》，我是雾。好，今天又是来到了我们的什么呢？的时间了，不是，不能这样讲，不能讲这个。我们之前就是有跟各位玩具人介绍万代收藏玩具事业部春季的排行榜，可以看到桌上非常多的商品，每一个系列都把它拿出来跟各位玩具人来介绍一下。今天呢，就是我们的2023万代收藏玩具系列夏季推荐玩具的排行榜。第一个要介绍给各位玩具人的是什么呢？首先呢，从我们最近很火热的《火影忍者》的主题鸣人跟佐助，然后都是他们小时候的造型。那时候看到佐助这样，佐助用菜小菜鸡的脸，对，就觉得哦，还有点善良的佐助哦。这次可动呢，我觉得最赞的地方就是他们延续了之前的几款，他们都有把一些就是很好笑、眼睛很瞪大的那种很惊讶的脸附上去，那就可以跟之前推出的像是长大之后的鸣人啊、佐助，还有卡卡西老师可以一起玩出很多很有意思的场面，还带有一点纯真的佐助啊。佐助到后期的一些可动人偶的造型都没有附上这种翻白眼，这种淘气的佐助算是我觉得算是很珍贵的佐助。这次 SHF 的鸣人跟佐助，我觉得可动的地方基本上是真的蛮厉害，可以玩出很多很生动的造型。那配件的话呢，鸣人的话就是有经典的螺旋丸，还有一些江九尾的脸啊。那佐助的话呢，就是有千鸟的特效跟老火球之术的特效，也是可以玩出小时候经典的绝技。那接下来换我要介绍的是 SHF 的安妮亚，我觉得这个安妮亚还蛮值得推荐给大家。虽然我刚拿出来的时候真的好小爱子，我算是第一次碰到就是这种大小的 SHF， 让我蛮意外。可动的地方就是手臂这样，脚的可动呢也是膝盖啊弯曲，然后脚这样子。我觉得它这边做的也不错，是它这个伊甸学员制服这边呢，它在旁边是做的很开叉，所以你脚在可动把玩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可动度。我觉得这一款 SHF 的安妮亚应该强项是在它的表情零件也是很多，然后整个的样子也都很生动。因为它这次除了附上我现在手上这个惊讶的脸孔，它就有附一些正常的脸啊、微笑的脸，然后还有哭脸跟喝的那个脸，总共可以换脸加脸上这一款，总共是有7个，算是蛮值得的。表情包特辑。那下一个呢，我要介绍 SHF 的链锯人，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错，就是它的关节什么的比较特别的，当然就是它手臂链锯的部分，就它链锯这边呢真的是有剑，史上把玩最痛的玩偶，就是大家在玩的时候要小心它手上的这个链锯。那现在仔细看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链锯上面的那个银色涂装呢，是用有点珠光的效果。那我觉得它在那个血液上面的一些呈现，我觉得真的都做得还蛮棒。脸部表情非常的生动，舌头这样吐出来的感觉，舌头还是可动。那头部的这个电锯的这个造型呢，其实我现在仔细看才终于可以看到，它眼睛的部分。那衣服的涂装呢，它也不是纯白色，它是有用一点灰色的样子，然后去还原那种做旧的感觉。但是不用支架的话，都可以还做一个蛮好的摆放。那下一个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 Figure Zero 系列不可动的高质感模型。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这个他来自繁星，我们的拉姆。现在不是雷姆跟拉姆，然后是大家的图嘛，但这个拉姆算是我们第一代图了吧？现在40岁的人口中的拉姆的婆是他。对，因为它的分量呢，其实我觉得还蛮重的。那在地台呢，它是用这个黑色的爱心，它做着这个特效配件，上面也有星星跟我们的月亮，都是用我们的这个金属涂装围绕它身边的这个粉红色的这个透明件，这个上面也是爱心。拉姆在上面呢，也摆出一个非常撩人的一个姿势。拉姆头发涂装，我觉得就很还原在动画中的那个样子，就是它的那个色块感跟它的渐层感，我觉得都做得很好。除了眼睛的造型很漂亮之外，在脸颊这边也有做一点腮红的感觉。拉姆这个动作是算是很经典的，原设定就出现过的。对。那下一款 Figure Zero 的作品呢，是我们的 Figure Zero 超激战超人力霸王杰特初始形态。好，那这次这个杰特呢，就是以他施展 Z 字形的杰斯蒂姆光线战斗的造型去做。就这个 Z 字形的特效配件，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啊，因为它整个是比它本体的高度整个这样移上来，那整体的高度大概是27、29公分左右，算是蛮有分量的一个展示。它除了招牌那个 Z 字形之外，上面有电流在流动的感觉的动感的造型都做得很好。杰特在施展这个绝技的时候，身上戏服上面的皱褶啊，都有一些很精细的刻画。那上面的色彩跟胸口的计时器也都是非常的漂亮。那底座的部分呢，是采用建筑倒塌跟烟雾这样迸发出来的造型去做呈现。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1:1还原剧中比例
Paprika 系列美少女战士，你的最爱哦，真的，我最喜欢这种 bling bling 的美少女战士永恒月光变身器，它就是还原剧中的这个造型啊，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个宝石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周围呢也是用金色的金属涂装，这样它这个呢是可以打开来的。哇！打开里面有一个小镜子，那这里面呢就也有七彩的这个金属涂装，我觉得它是用那种算是渐层的样子，我觉得还蛮漂亮的。那它里面呢就是中间这个有按键嘛，有收录了这个30琴乃的经典口号跟剧中经典的 BGM， 它这边也有附一个地台，我觉得它那个声音发声孔的地方也蛮酷的，很多星星跟月亮的刻痕去把那个声音的这个出声孔做出来。这个钻石中间这样压下去的时候呢，也是会有声音的。在造型上呢，我觉得算是非常还原。那下一个呢，我们要介绍是什么呢？千豪，就是会点燃每个男生心目中中二魂的斗术回战乙骨忧太的刀。刚刚打开来之后，每个人就一直拿起来，一直挥。一把刀叫做乙骨忧太的刀，其实好像有点因为在剧中乙骨忧太他拿那个刀，其实就只是在那个仓库拿的，他也不是对，他不是什么特别的，对，不像什么名刀，它不是什么有什么名字，它就是乙骨的刀。这次乙骨的刀呢，它有2个按键，在它刀柄上面的这个按钮是基本上就是李湘的台词，有很恐怖的版本跟很可爱的版本。下面的这个按钮呢，基本上就是那种刀声跟刀声撞击的那种听的声音，所以你可以搭配你的动作，可以玩出一点很中二的画面。就是它这次其实刀柄的部分比我想象的长一些，握起来的时候右手可以很舒服的去顶到这个刀的。可以施展，就全力挥击的都是没有问题。垂直挥的时候，我觉得很 OK。左右挥的时候，感觉还是要稍微转一下。我们刚刚觉得最赞的就是它这次最新导入的震动的效果。震动的模式一共有3种，其中一种呢就是李湘完全显现的时候，整把刀都强烈的震动；再来一种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斩击时候碰撞的震动；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咒力注入的时候，咒力这样子注入的话，它就从刀柄然后慢慢移到刀身这样子的震动模式。就注入咒力的那边，它这边是有一个感应的，放上去你就可以学剧中这样，超帅！除了这个很好玩的震动呢，还有它收录的效果音大概有80几种，还有很多剧场版里面的 BGM。約束だよ。リカちゃん。何？力を貸して。頑張れ、ユウタ。何がしたい？何が欲しい？何を叶えたい？接下来呢，就是我认为这次的超级重头戏 Meta Build 追根 Skill 真盖特1号。这次的真盖特1号呢，除了延续 Meta Build， 就是它系列一贯的是有重新诠释剧中的造型，还有合金零件打造的关节之外，这次呢还有2个元素算是特别值得一提，就是如龙鳞般的可动装甲，仿佛寄宿着灵魂的内部构造。你在把玩各个地方可动的时候，你都可以感受到它装甲会随着它的动作，然后去整个延伸，会真的觉得它在动作的时候，它的装甲就真的是会这样移动。内部寄宿着灵魂呢，就是因为它这次虽然外面主体造型是真盖特1号，可是它在比方说你把腿部装甲打开，或者是武器上面的砖头，就是可以看到盖特2号跟3号的特征，所以等于算是一个3位一体的合金完成品。因为我觉得他身上的那些刻痕真的是把 Meta Build 的精神发挥到一个蛮极致的一个状态，肉眼可见的地方都把它完全展现出来。因为它关节部分真的蛮强，因为刚刚在玩的时候就可以强烈感受到它关节的重量感。造型的部分整体就是非常的锐利，很有侵略性。除了头部跟腹部的盖特光束之外，还可以额外有一个盖特烈日弹的特效。手腕部分的盖特利刃，或是说盖特万刃，就是这个。然后还有2种可以去选择。这次盖特除了造型非常夸张之外，它整体的分量也是蛮重，大概是45公分左右，而且它的翅膀都可以就是展开。全身除了以红色、白色为主调的涂装之外，可以看到很多绿色的部分，就是它盖特线的表现方式。招牌武装盖特战斧呢，这次也利用了3段变形的机构去实现3种的状态，分别是战斧、战戟还有长枪。在把玩的时候，变化性真的是非常丰富。那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就是 DX 超合金 VF25F 超级弥赛亚女武神。那这个 VF25F 呢，其实它是之前就已经发售过的版本，那它
这次呢，等于是说整个再进化，就是他把它整个涂装呢都变成消光的材质，也是可以展现出3个不同的形态，就是我们的 Gearwalk Fighter 跟我们的 Bedroid 的形态。这次呢，他还附上了这个超级背包的这个武装，可以看到它这个超级背包的武装非常非常的夸张。就是我刚刚在组装的时候呢，它是把它所有的这个武装都就是把一些零件拆下来，然后扣上去。肩膀上这个也是导弹舱，也有把它还原出来，掀起来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导弹。附上这个超级背包之后，整个武装搭载上去，让整体的这个造型都变得比较厚重一点。Gearwalk 啊 ，Fighter 还有 Bedroid 这3个形态呢，还是可以把这个超级背包的武装都搭载上去。这次的这个玩法算是非常非常的特别。那把这些超级背包的这些零件拆掉之后呢，就可以还原最初版本的 VF25弥赛亚女武神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以前没有买到的，现在这一支我觉得可以入手一下。除了有拥有经典的角色之外，还有这个超级背包。那最后呢，同样是我们超时空要塞主题，那是 Tiny Session 系列的5款商品。其实 Tiny Session 就是对于喜欢超时空要塞的玩具人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蛮好入手又蛮好玩的一个玩具，基本上可以说是掌中大奖。那可以利用就是它各种的替换零件跟它的变形机构去呈现3种状态，分别是 Fighter、Gearwalk 跟 Bedroid。这次的5款呢，角色部分分别是在3月发售耀跟弗雷亚，另外3位呢，分别是4到6月会分别发售的美云、马基娜跟雷娜。这次我们要介绍的这5款呢，他们的机体都是齐格飞，那分别是就是不同人的坐骑这样，然后配色也都有不同，人物的部分都穿上了女武神，就是他们那个歌唱团体的打歌服，然后你可以把他们的人啊，就是放在他们的战机上面。特别提一下呢，这个 VF31E 的这个雷娜的这个齐格飞，它把雷达罩呢拆下来，然后反转过来之后，就可以看到5个插孔。刚刚提到的那5位角色全部放在上面，共同打歌。他们可以一起在同一个舞台上唱歌。对，很好，其实很好玩，蛮赞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5款 Tiny Session 的超时空要塞的商品。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各位玩具人推荐的万代收藏玩具事业部夏季推荐的排行榜。介绍了这么多，千浩，你最喜欢哪一个？当然是我们重头戏哦 ，Dragon Scale， 好不好？超帅！我的话，我会选尼古的刀，我就知道，因为很中二啊，而且我之前没玩过，虽然他已经出过蛮多刀了，从鬼灭之刃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出这个咒术回战，而且他这次的刀又是用新规的，就等于是说他把震动回馈做进去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吸引我。然后拉姆之前就跟各位玩具人说过，必买，好不好？非常非常的漂亮。其实呢，我自己也是很推荐火影忍者的 SHF。对于火影忍者那个回忆，很多人都还是停留在他们小时候，还有可以拍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照片。所以其实火影忍者那2款 SHF， 我觉得也是蛮推荐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要介绍给各位玩具人啦。如果各位玩具人有喜欢的话，自己去上网看看啦，好不好？买，好不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记得订阅我玩具人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玩具人看。玩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如果各位玩具人刚刚看到那么多商品，你还是没有满足的话呢，在这个礼拜六7月15号一直到我们的7月23号，塔马逊帕帕 SPA in 高雄，好不好？各位玩具人，之前台北、台中，现在呢，终于换到我们的高雄的朋友们，这次呢也会展出非常多的新品。那有兴趣的玩具人呢，或者刚好要去高雄的玩具人呢，都可以到我们的高雄博尔特区蓬莱区 B6 仓库来看我们的塔马逊帕帕 SPA in 高雄。时间呢是7月15到7月23，每天早上11点到晚上的7点，最后入场时间是6点半。各位玩具人千万不要错过。那这支影片呢，我们也会抽出1位幸运的玩具人。我们这次要抽出的就是 Figure Lilo 的拉姆，只要在下面填写表单就可以参加抽奖。